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了多伦多东边 Scarborough 这边有一个叫 Guild Park 的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公园后面就有一些这种欧式的这种建筑啊，还有园艺什么的，很适合拍照。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拍一个摄影类的 vlog。那其实我之前也拍过一些摄影类的 vlog， 比如说就是拍一些小动物啊、自然风光之类的。但是今天这个比较特殊，我是要拍人像摄影。先介绍一下我拍摄的这个装备，我还是用我这台索尼的 A7R3接一个70-200GM2代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光圈比较大，然后长焦的话拍人像的话比较适合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一个。那么今天的模特呢是我的好朋友米露，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助理，就是米露的男朋友，他来帮着我们来打反光板。那今天拍摄的主题呢，从模特的服装上也能看到是这种欧式的洛丽塔风格。我们本来打算拍后面的这个很欧式的石柱群，但是今天这里游客实在是太多了，有很多人在那里拍照，还有很多举办婚礼的人，所以暂时呢，我们先来到旁边，这里有一个石柱，我们在这里随便拍一些照片。但是这个孤零零的石柱呢，显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景色，所以不管是米露同学怎样认真的去摆一些姿势，拍出来的照片呢，还是显得稍稍的有些呆板。所以我们这里呢，就随便拍了几张树构图的照片，就当是一个热身吧。下一个场景我们转战石柱镇，但是那里的游客依然很多，所以我们只能先拍一个远景，利用长焦的透视压缩感呢，把石柱镇作为一个背景虚化在人物的后面。那为了避免拍到游客呢，我的机位放得比较低，然后通过仰拍的方式来试图把下面的游客都给裁切掉。注意，因为一整片都是草地嘛，它会慢反射出绿色的光，打在人的肌肤上会很难看，所以在后期修图的时候，我会把人物单独的给抠出来，然后针对他的肌肤还有衣服，利用曲线工具把绿色的部分往下压，这样的话人物的肌肤会比较红润自然。下一个场景呢，总算轮到我们去拍石柱镇了，那就抓紧时间拍吧。这里可以看到反光板的作用。反光板呢，不仅是在光线混乱或者是顶光、比光这种很难看的光线的时候，制造出一个平行光。这个平行光可以将人物的面部照得均匀饱满，也可以在这种有阴影的场景里制造出一种梦幻感的光线，配合这种欧式古典的背景，就会产生一种仙气儿。那可以看到米露同学在这个场景里也是表现得很放松啊，利用一个羽毛的小道具，摆出一些很舒展的姿势。其实这次还蛮遗憾的，因为米露来多伦多的行程太赶了，很多的道具像是扇子呀、阳伞呀什么的都没有带过来，所以这里呢就基本上只能靠模特本身的表现力来撑起来场面了。我个人觉得米露的表现还是很优秀的，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。那跟这种全自动模特合作呢，就不需要摄影师太多的指导，基本上呢负责按快门抓拍美美的瞬间就可以了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就是米露同学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她美甲上面的那个亮片掉了几个，所以她赶紧又让她的助理，就是男朋友，帮她把这个亮片再贴起来，所以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很精益求精、注意细节的一个模特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旁边的灌木丛，这里有一片开满小白花的花墙，所以我让米露轻抚花朵，或者是坐着拍了几张照片，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少女啊，好像是懵懂的女孩来到了弗朗西斯·霍奇森·伯内特所描绘的秘密花园一样。花丛附近有一个看起来已经废弃许久的喷泉，那么我们就让米露同学靠在喷泉的栏杆上面拍几张照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反光板的加持下，就算是后期不用刻意的去制造暗角或者是提亮光线，画面也能呈现出一种非常细腻的氛围感。今天的最后一组照片来自于公园门口的拱门。那其实女生是不太喜欢拍这种大全景的照片的，不过我还是来了一张。然后米露本人呢，其实也还是蛮喜欢这张照片的。那么最后再拍几张特写作为今天的收尾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拍完了，然后今天大概拍了2个多钟头啊，大概拍了得有200-300张吧，回去慢慢挑照片去。然后今天其实花的时间蛮多的，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很多办婚礼的人，然后现在他们都还在拍这个结婚照什么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就等了很长时间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